俄军出动数个重炮旅编入陆军军团，俄乌在多个战场进行激烈战斗。采购 M109A6 专案取消，美方建议换成哈马斯。台湾采购案又迎来新变化，可能将被美军现役最先进自行火炮。精彩资讯即将开始。近段时间，乌克兰战场前线的特点就是俄军在多个地区进行动态调动，来改变其战术态势。其中值得重点关注的区域，则是库皮扬斯克、莱曼、巴赫穆特、阿夫迪夫卡以及马林卡北部与南部地区。另外，俄军还试图在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进攻。在克林基方向，乌军继续坚守桥头堡，并试图继续扩大乌军控制区。乌军卡特兰突击集团指挥部派出了第38步兵团的一支突击小队，与另外2个突击小队试图在温市以南的阵地构筑火力点，遭到俄军炮火袭击。总的来说，乌军的深入城市并没有取得进展，目前控制线仍是沿着森林外围与村庄的中心部分，但为了维持前线局势，乌军只能不断地向克林基进行增援。在库皮扬斯克、莱曼方向，从夏季开始，俄军就一直在库皮扬斯克、莱曼轴心部署大量兵力，双方激烈交火的情况经常发生。乌克兰陆军司令谢尔斯基表示，俄军试图以突击连的方式占领哈尔科夫州的新基夫卡村，为封锁库皮扬斯克铺平道路。但这个策略给俄军造成了巨大的人力损失。目前俄军正在沿着库皮扬斯克、莱曼轴心进一步推进，并试图将乌军推到热列贝茨河后面和塞列布里扬斯基森林，但目前双方都未有实质性成果。按照乌克兰的估计，这个方向对俄罗斯来说应该只是次要目标。在巴赫穆特方向，尽管天气条件不断恶化，但俄乌双方仍在多个地区展开激烈交火。俄军在巴赫穆特北部和南部部署空降部队、海军陆战队以及特种部队，在炮兵与航空兵的支援下，俄空天军开始向伊万诺夫斯基地区推进，目前正在逐步退出 T0506 公路及其北侧的阵地，为恰索夫亚尔的防御做准备。与此同时，在阿夫迪夫卡地区，俄军也展开了行动。这个面积仅29平方公里的地区，成为俄罗斯至今没有完全占领的目标。在这场血腥的攻防战中，俄军发动了2次大规模进攻，都以失败告终。但随着乌军失去工业区，阿夫迪夫卡的命运也确定了。目前俄军正从工业区与东南方向推进，打算切断通往西米科维区的下包围圈底部，并配合另一支部队从奥佩特内出发，然后穿过塞维尔诺耶、托年科耶，与试图突破斯特波沃耶、比尔蒂奇防线的部队会合。如此一来，阿夫迪夫卡可能会被俄军分为2个包围圈。不过战斗将非常残酷，因为乌军在此次部署了8个旅的兵力。总的来说，俄乌都面临着严酷的冬季，这为双方带来了巨大挑战。尽管总体形势对乌克兰部队，但客观来说，俄军也无法再发动大幅规模进攻。不过，乌克兰还是要小心俄军炮火袭击，因为俄罗斯新组建了5个重炮旅。根据外媒披露，俄军已经向乌东战场出动了这些重炮旅，并编入了俄罗斯陆军军团。这些重装旅主要装备了大口径的 2S4 郁金香与 2S7 皮昂榴弹炮，其中 2S4 郁金香口径达到240毫米，可以发射130公斤的高爆破片炸弹，或发射228公斤的火箭推进高爆炮弹。这些重炮旅的到来可能会让俄军火力更加猛烈，希望乌克兰能尽快找到应对策略，要不然可能会吃大亏。下面我们来聊一聊台湾最新军购案。考虑到陆军装备的火炮已经使用多年，台湾也想进行升级换代，于是便向美国申请，打算采购40年 M109A6 自行火炮与配套军备。但在去年，这项专案被取消了，因为俄乌战场导致美国生产线排挤，没有办法按期交付台湾。当时美国提议，不如换成海马斯火箭炮，依旧能够满足台湾需求。原本这项采购计划都要敲定了，但最近传出消息，台湾军方高层透露，陆军已经提出采购 M109A7 以及 M982 神剑炮弹等相关装备。M109A7 的数量还是40门。M109A7 是由 BAE 公司负责改进的，最初成为圣骑士综合管理计划，
利用新技术来提升性能，同时大幅简化后勤。具体来说，就是对 M109 系列火炮的车体、炮塔、发动机以及悬挂系统进行性能升级，使其拥有比 A6 更好的可靠性、生存性以及火力。M109A7 自行火炮全长 9.7 米，车体长 6.8 米，车宽 3.9 米，战斗权重达到 35.3 吨，装备了一门39倍镜的155毫米炮管，最大射程30公里。在搭配 M982 神剑炮弹时，射程可达到40公里。按照军方的说法，这个射程正在介于海马斯与一般传统弹药的射程之间，可以有效弥补台湾陆军的火力输出。作为 M109 系列火炮的最新型号 ，A7 并没有采用此前一直在使用的履带式底盘，而是选择了 M2A2 步兵战车底盘为基础开发的新型底盘，这样可以与装甲部队保持通用性。另外 ，M109A7 装备了一台675马力的柴油发动机，最大公路行驶速度为每小时31公里，最大公路行驶里程为322公里。在 A7 炮塔内部，显示与操控系统也完全实现了数字化，以最先进的数字主干网构架为特色，更换了数位射控系统、GPS 与数位导航系统、战术数据链，以及具有自我诊断功能的检测计算机。由于自动化程度大幅提高，所以火力反应时间也大幅缩短，能够快速射击与快速系统，极大降低遭遇反炮兵火力报复的概率。M109A7 最大射速每分钟4枚，发射普通炮弹时最大射程为24公里，发射火箭助推炮弹时最大射程为30公里，发射 M982 神剑炮弹时最大射程可以达到40公里。另外，配备 M1156 型 PGK 精确修正引信的炮弹可能会成为 M109A7 的主力炮弹之一，因为其价格只有 M982 的一半，但命中精度更高。在防护方面， M109A7 的基础装甲可以防御轻武器火力与炮弹破片的打击，同时也可以配备附加装甲套件来提供更高的防护。在炮塔内部还配备集体3防系统与自动灭火易爆系统。不过 M109A7 的身管是个硬伤，因为现役主流火炮至少也是52倍镜了，因此美国陆军也希望为 M109A7 换装标准的52倍身管火炮。在2022年，美国陆军沃伦合同司令部发布了一项信息邀请书，内容是针对当前国际市场现货的新155毫米火炮以及炮尾组件进行市场调查，以合成到美军现役的 M109A7 自动火炮上。其实，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，美国陆军就曾向台湾致函，同时会延期交付 M109A6， 并建议采购 M109A7， 因为选择这个型号可以让台湾间接火力与美国陆军保持一致，从而带来成本节约、互操作性与生产能力的优势。按照美军预计， M109A7 的年度操作成本要比 M109A6 便宜25万美金。如果这项采购案得到落实，台湾可能会主要部署本岛北中南军团，并有数门 M109A7 放在陆军炮训部进行训练教学。在此之外，台湾现有为数甚多的 M109A2 以及 M109A5， 未来也将按规划进行性能提升。针对这个消息，台湾陆军高层表示，陆军将继续精进各项装备升级活动，凡是有助于提高陆军作战能力的新式装备都会纳入陆军考量。不知道这次台湾能够采购到52倍镜的 M109A7。好了，本期资讯就到这里了，我是火力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